接福在吃饱饭中间的时间过来听这个分享。好，就是我这次会分享一下我创作这个小龟这个IP 的一些经历吧。对，就是 IP，可能大家这几年也会经常听到这个词了，是不是？对，就是好像会经常提到或者出现的一个词，其实它就是一个广泛意义上一个算是版权啊，或者可能创作商标这种的内容吧。然后其实IP 的定义是很广泛的，就除了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可能盲盒之类的那些玩具啊之类，还有其他可能游戏啊或者文旅 IP 啊，这些都是广泛的应用到。而我这个和小宋那个 IP 主要就是一个以形象 IP 的形式去经营的。就是也介绍一下吧，大家可以叫我三金哦，因为我姓陈，所以就把陈字拆开，然后就做了一个艺名的感觉吧，就想弄得自己好像文青一点的感觉。对，但是发现我自己想做一个文青，但是好像也不太适合了，就是经常去看展览的时候也是很会，就或者选择一些文艺的电影看的时候，就会不小心睡着了，所以我可能也很难。虽然很努力的想做一个文青，但是可能不太适合吧。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是去上海读的动画系咯，就是我小时候会经常喜欢画公仔啊，还有看动画片啊，所以就想把自己画的东西也可能不局限是一个平面的感觉吧，就想把它也弄得动起来了，所以就选了动画这个专业去读。对，虽然我在上海读了4年哦，但是可能我比较少讲话，所以普通话也一般般。没事，我听得懂。哦，那就好。然后就是毕业回来也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动画短片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可能看我这样子，好像比较那个吧，但是其实我这是我几个月前拍的照片。对，就是我的自拍照，就是这样子可以，把照片串起来，也是一个动画的形式哦。其实动画的定义是很广泛，就不一定是自己，大家平时看到那种，商业动画、主流动画咯，其实还有很多，独立动画等等的另外的领域可以让大家去发掘一下。大家可以看看我过往的一些动画短片的片段。就是我经过几年的过程，然后陆陆续续也做了一些动画短片哦，然后就担上了一些角色吧在动画里面，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做动画这个媒介是很就是一个1秒钟的动画可能要花十几张才能把它弄起来了，所以其实做动画是一个比较高时间成本还有人力成本的一个媒介，所以
对，所以就觉得在2017年的时候吧，就是想停下来，然后就是觉得每年做一个新的动画短片，然后就觉得太赶了，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想看看能不能从过往的一些角色或者故事里面再往深挖掘一下这样子，然后就从里面过往的一些角色，然后排列出来，然后就看一看哪个会比较适合吧。然后大家刚才都看到我过往的一些动画就可能那些风格比较另类啊，或者就是可能大家不太入口吧，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想一开始可能先选一个可能大家容易接受或者那个受众范围比较广的角色去发展先咯，然后就选了那个龟巴士那个小龟角色去开始看看什么情况，对，然后就选了这个何小冲这个乌龟。对，但是这个乌龟它是比较特别咯，它是一只一出生没有龟壳的乌龟，就比较就一开始它的开局就不太顺利吧，可能，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它过往的一些经历，对，对，想讲一下我为什么用乌龟去创作，其实是我就是中学的时候吧，就是养了一只红耳龟咯。但其实养乌龟之前，我也很多动物都尝试过养的，就是金鱼啊，鹦鹉啊，就是松鼠啊、仓鼠，很多都养过，但是都养就很快就养死了。但是唯独乌龟，我养了1年半吧。但是也养死了，对，然后就觉得乌龟这么容易养的动物都因为让它去世，然后就觉得很有罪恶感啊，很内疚，所以就可能慢慢对乌龟这个动物有比较深的情结吧，情谊结。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会跟他一起，就是盯了一个相机跟他自拍。对，对，就还有可能一些立体雕塑的课程也会以乌龟去创作吧。对，对，就想提一下，其实我跟另外一个分享嘉宾欧君先，就是中学的时候也已经认识咯。对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有上这个艺术课程，都是比较早认识。对，然后中学的时候画一个班里面的花园，然后我也有把龟这个元素放在里面。对那个对，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龟巴士的短片，然后在2016年就把它再重新做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和一些立体装置。对，之前在那个澳门的西马路也有一个活动，把它放在里面，然后也觉得很神奇了，就是当初把它画在马路等巴士的场景，然后也在现实中呈现，就觉得这样子在创作者的眼中就很奇妙吧，那个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他和小冲童年的一些经历。对，大家都看到他
艺术份就没有龟壳，然后就跟其他同学不一样啊，其他龟不一样，然后他也很自卑哦，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吃菠萝包的时候就启发他可以偷偷做一个假龟壳给自己背上，就是可以掩饰自己这个缺陷，然后就可以融入大家咯，就成为一只正常的乌龟。也给他成功了，达到他的目标哦。然后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但是现实生活一定不会这么一帆风顺的嘛，都是很残酷的。所以直到有一天是他坐公交车的时候。深圳也跟澳门一样，就是会经常下雨哦。然后他那次坐公交车上学的时候也不例外，就是说有一天下大雨，他坐公交车，然后天雨路滑了，然后公交车出现翻车意外，所以所有正常的乌龟都翻车了起不来了。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有龟壳，就是可以爬起来帮助其他乌龟了。然后经过这次之后，他就覺得其實原來沒有龜殼也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其實唔好意思，連線有問題，請稍後再試。對，就是可以，對，在這個情況，他的所謂的缺陷反而成為他的優點哦。所以經過這件事情之後，他就不再需要這個假龜殼了，然後他就可以創造不同的自己喜歡的東西背上背後，就是不一定背後只有龜殼這麼單調。然後有了這個設定之後，然後就自己慢慢畫了一系列的可能自己生活當中比較有記憶點的元素啊，還有一些可能童年會經常吃的零食等等的東西咯。然後有這個設定，然後其實做 IP 或者動畫角色，動畫這個媒介其實可能對畫畫的要求不一定是要很高，其實只要你的概念啊，還有你的風格，也可以令人有比較深的印象。所以這個是我第一次畫小眾的草圖咯，就是大學大三的時候吧。2011年，對，然後就慢慢畫下去了，這樣子。對一些故事動畫的東西，然後也想設定它是一隻有時間觀念的烏龜咯，所以也弄了它有個小手錶，這個小裝飾在裡面，因為它就是整個很簡單嘛，然後也加了個手錶，一些小點綴也會增加那個完整性。然後可能會就是一些可能在考慮它比較內在的設定，一些角色的設計，就還有根據那個角色會做出的姿勢啊、造型啊，都會畫一些草圖。还有氣氛圖啊，這樣子，就是顏色在視覺語言上來說它是比造型會更加首先會進入到人類的眼睛裡面呢，大家會一看一個東西會先給它的顏色吸引，然後再從中會才看到它的細節啊、造型這樣子，所以可能小眾這個綠油油遇到可能有點刺眼的顏色，就可以成功在廣泛在市集裡面芸芸的大海裡，可以容易給人家會發現到。
对，之后还画一些可能在澳门出现的一些场景啊，对，这些可能就是不太是大家游客会常去到的一些地方哦。这个可能会多一点，就是那个关闸那边呢，就是去澳门去珠海会经过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是小冲的出生地吧，那个鸭冲河公园，对，还有那个二龙湖公园，都是澳门居民会比较常去的地方。对，然后它那个缆车好像是什么世界上最短的缆车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坐一下，好像2块钱，然后坐2-3分钟的。对，还有一些其他的插画。然后也做了一些它的可以换贝壳的玩偶。对，然后一开始是想大家买了它的本体之后，然后就要继续买它的配件，然后想慢慢继续赚大家的钱哦。然后结果大家只买了本体，然后那个配件都不太受欢迎哦，所以现在家里就积压了很多这个配件，所以之后可能要转变那个策略呢，就是捆绑式去购买，就是不能买本体了，已经就只能套餐去买。对，还有一些周边产品哦。对，就这个龟蛙，然后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吧。就是以那个广东话谐音龟嘛，去弄一个好玩的点。然后也可能在就是以一些片段的形式去保持发布吧，因为做一个完整的动画短片，可能需要可能起码要半年以上的周期哦，所以可能先陆陆续续做这种片段去保持那个曝光，可能会适合我这个方式去做吧。然后讲到文创的话，就是很多的定义或者解释吧，但是主要都是可能那个大概的主要的方向都是以你的创作结合商业的价值，去令整件事情可以更加健康的去发展了，就是可以可持续性的发展。然后一开始我是做动画短片出身嘛，所以就可能如果随着在影院放映或者在网上平台看的话，就可能比较难接触到大众哦，所以之前有做了一些展览啊等等的方式去令小众接触到更加多的人，所以之前也在办大三巴那个澳门的地标旁边有办那个展览。然后比较幸运，那个展览的展期比较长，有3个月，然后所以也慢慢积累了比较多人去看到这个展览，然后也收获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啊那些，然后那个留言板很多都是可能讲小聪很可爱啊，或者什么要加油啊什么的，还有给自己的愿望之类的等等。还有结合一些可能世界遗产的造景的元素，还有一些运动盛事吧。然后我就是把小聪去面对市场或者尝试去商业化的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从第一次摆澳门那个塔石艺术开始吧。
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摆的时候，就是尝试把自己，就是刚才一开始大家看到那些动画短片的一些可能元素，可能就简单的印在一些 T 恤啊或者布袋上面去尝试哦。然后那时候害怕太冷清了，然后也加了一个可能半人化肖像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一次摆的时候，然后就很意外，就和小聪那个元素的东西比较受欢迎的，还有要什么追加预定啊等等的情况，所以就可能慢慢把那个就是增加了以小聪去发展线的那个信心吧。就是然后就慢慢陆陆续续的做一些周边产品，累积增加了。对，现在也很多人讲什么情绪价值这样子这个概念，所以可能小聪也切合到这个需求吧，可能会就是比较有那个治愈的感觉，然后也通过一些会长的情况啊，还有创意市集啊，去慢慢把小聪带到给更加多的人去了解。然后之前那个奥运金牌运动员来澳门的时候，那个主办方也安排了小聪的一些产品，就是送给全场的，就是也对，经过这件事情，然后也把小聪也推到在国内更远的受众群体吧。然后方振东也有这个拿了这个3子咯，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方振东同款的话，等会可以去那个北区22号，他会去大量采购。然后一些就除了摆摊位之外，我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去寄售啊等等。对，然后这是给人家就是那些买家的反图咯，他们都很喜欢把小聪去弄摆不同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工作坊啊，就是这样。对，这个工作坊就是在那个亚冲河公园去举办的。还有普及一下动画这个媒介的工作坊，还有一些对贴图也是 IP 会很有效推广的一个途径吧。就是现在很多很有名的 IP 都是以表情包去起家的，还有社交媒体啊，就是。还有这些分享的活动都会有效的推广到大家。然后小龟这个可能乌龟给人一个平时给人一个慢活的印象啊，这种也觉得适合推广一些可能要心灵健康啊等等的元素放在里面。然后听说深圳是一个加班打工很力度很强的城市，然后就是可能很强烈追求那个工作效率吧，然后也觉得其实有时候也要适当去做，不一定是很快就好了，有时候放慢一点啊，可能沉淀一点会令事情会变得也不错吧。然后除了可能IP 的经营就是它的周边其实它的就是成熟的 IP 的经营，其实它的周边产品只是其要，其实它的授权还有联动才是它的主要的经济来源。然后慢慢通过小聪可能这几年慢慢经营下去，然后可能那个受众啊群体也开始多了一点点的时候，然后
吸引到一些可能就一些机构，他们觉得小众适合他们的活动内容，然后就会邀请去做一些联动的合作。然后还有一些澳门自来水厂，然后这个澳门的自来水厂，因为它在青州那边哦，其实它的水厂是在亚冲河旁边，然后他们公司有一个小水点的卡通形象，然后就很自然的切合到一个邻居的一起玩的合作，然后一些可能跟一些机构的合作。就是说现在就不管是港澳还有内地的水分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然后就觉得小冲也适合当这方面的可能一些疗愈啊，还有那些情绪健康的一些普及的功能，还有跟一些澳门也是我创立的一些联动。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还有儿童青少年剧那种，就是现在主要可能都是可能希望小冲的内容可能也可以跟澳门的一些原创的可能手工艺的单位也一起玩，一起提升那个影响力吧。还之前跟澳门一个素食月饼去做个联动啊。对，其实我小时候是觉得乌龟是一个很善良的动物咯，然后就觉得它们只吃龟粮，然后就觉得很善良咯。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它们其实是很残酷的残忍的动物吧，然后就很杂食性，还有对，就是什么环境的入侵物种什么的，还有一些食物的。然后现在澳门可能做 IP 的创作者也越来越多吧，可能学设计啊，还有多媒体的人也会业余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一个 IP 去复现去发展这样子。然后也有一定的成绩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比如说半岛新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卡通 IP。然后大家可能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讨论IP 创作还有设计角色啊，然后大家可能看表面上看可能就很简单了，就是画一个可爱的公仔啊，然后就尝试，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咯，就是可能更加需要上它的背后的内容去承载它的内容吧，就是现在表面上大家看到很多卡通 IP 的出现，但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停留在那个表面，还有就创作一些可能很吸引大家眼球的造型啊等等，但是可能如果没有持续去发展啊，然后经营啊，其实都很难去达到一个可能盈利或者可持续发展到的阶段吧。然后也是可能大家如果一开始就很功利的，然后就想一系列的公司，然后就是想怎么画会吸引到人呢？怎么画大家会喜欢的话，反而那个效果不太好了，反而可能忠于自己的出发点啊，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创作，可能这样会更加达到大家的共鸣吧，然后可能做起来也会比较舒服顺利。对，今天的分享大概这样子，然后就等会有问题或者交流就继续吧。好，谢谢。